就像一本百科全书，读懂它需要有一点天赋。什么该放弃，什么又该追逐，重要是了解谁值得你付出。我们就是轻易被外表麻木，忽略了内心想要的蓝图。相爱和相处都是一种领悟，老虎也有它的温柔之处。所以让谁会抓住幸福充满脚步，驾驶这一路最美的国度，穿越流言才能遇见祝福，时间会把我倾注。所以要学会满足，而不是去羡慕，每份关心都是我的礼物。也许前路有很多未知数，爱会把手牢牢地牵住，爱会让幸福越来越清楚。姐，你的头脑是不是被烧坏了？45岁，有4个孩子，没有房产，一家人住在租来的房子，小小家具生意也是跟朋友合开的，只开一辆1000cc 的小车，F 等级的啦，连勉强合格的1都不是，完全不合格。姐，你还说你正常？你不正常，你超级不正常，你绝对、肯定、无可置疑的不能跟这个男人交往。我知道你是关心我，放心吧，我很正常。姐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跟他交往吗？眼睛，他的眼睛？你这是什么答案啊？他的眼睛有魔法吗？你一看到他的眼睛就被他迷住了？我从他的眼睛中看到诚恳，诚恳？他是真诚想跟我交往的。那又怎样 ？A 也很诚恳啊，他一直希望你给他机会。一个人真诚与否，我还分辨得出来。即使你不想选 AAA 级的人，也不用连降5级去选择 FFF 级的男人结婚吧。我们现在是以结婚为前提在交往，但是最终能不能够在一起，现在还是个未知数。因为结婚是需要爱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在交往的过程中，如果你发现你不爱他，他不爱你，你们2个的关系就 over。Yes， 还好。我们可不可以结束现在的话题了？上去看看孩子们睡了没有吧？干什么？他们累了自然会睡啊。自然？是啊，自然玩 game 玩到凌晨2、3点，然后就自然起不了床，然后就自然不去学校。你就是这样自然让你的孩子长大的。哎呀，又不是常常，偶尔1、2次吗？与其关心什么 AAA、FFF， 不如尽心尽力做好妈妈的本分。OK， 我知道了啦。你在干什么？念读咒啊！咒你跟那个 FFF 等级的男人交往碰壁，爱不成，恨很多。哪像是个2个孩子的妈呀！姓陈的，姓陈的，陈，等一下，Ivy，哎过来一下，这些货放在里面太久了，请把8折卖了吧？啊 ，Yes boss。小轩，好。什么事啊？什么事？你干的好事啊，害我被我老婆骂得狗血淋头的。你是说昨晚的事啊？我相亲不成，怎么反而害你被骂了？我老婆说我没有好好教育你，明知道自己条件不好，就低调一点，配合一点嘛。人家的要求有什么不对呢？嫁给你还要帮你照顾4个孩子，你又不是亿万富翁，值得人家这么牺牲吗？
孩子大了就应该让他们独立自主。你看那些老外，不到21岁，个个往外飞了。我们是生活在东方社会，我的观念呢是比较传统，孩子在结婚前是应该和父母住在一起的。我拜托你不要这么死脑筋、老古板好不好？过度保护他们只会害了他们。啊，做兄弟的我已经仁至义尽了。我老婆说 ，Kelly 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，马上打电话给他。哎呀，不用啦，陈兄啊，过了这一个村就没这个店啦。我已经有交往对象了。你少来，昨晚相亲不成，今天就有对象了。对喽，你以为他是白痴啊？艾薇说的对，你不是白痴。如果我要骗你的话，我也编一个好一点的理由嘛。其实今天早上我一觉醒来的时候，我也自己问自己，这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昨天晚上我们还聊得很开心呢。他是在说我跟他交往的那个女人。你再多事，我现在马上立刻把你炒掉。 Sorry， 这个女人你怎么认识的？她是何方神圣？怎么突然有这号人物出现呢？过些时候再介绍给你认识吧。那她知道你的底细吗？该知道的都知道了。啊，那就是还有事情不知道了。一定是隐瞒了什么对你不利的事是吗？比如说你有4个孩子，没有房子。这些我都告诉他了。啊，她还愿意跟你交往？嗯，哦，那她一定是又老又丑又急着嫁人，要不然就是已经停经了。他既不老也不丑，也不急于把自己嫁出去。那只有一个可能性，你遇到骗子。喂，我在开会。其实啊，碰到骗子的人是他吧？这2天啊，常常有人打电话来跟他要钱，是吗？恐风是。对呀，要上班的，不然哪来的钱去 happy 啊？我跟你说，我最厉害就是偷听啊。喏，又要钱了。我什么都听不到啊。要多少？这么多？好，我想想办法。哇，你这么厉害，这么远你也听得到？所以我才说我最厉害就是偷听嘛。拜拜 ，Love you。哎，boss，我先闪了，千万别说是我偷听来的啊。怎么了？脸色那么难看，该不会是玩出事了吧？哇，会有什么事？我这个样子是因为我消耗太多体力了，那没办法，谁叫我魅力无法挡，同时要应付2、3个女人呢。Robert Liao，你还是少干一点伤天害理的事吧。哇，什么伤天害理啊？我这叫做造福人群啊！那一些女人啊，没有我啊，命运才凄凉啊。哎，言归正传，你小心掉入女人的爱情陷阱。这句话才是我要跟你说的。我去管理处一下。Hello，Abby？Sorry，怎么好像都不对啊？难道跟别人的号码混在一起？326，632，623，不对啊，236。喂，陈浩莲，喂，我老大跟你讲话。你真的把我们2个当透明的？没看到你。 2个人在你前面，你没看到？哎，你说什么屁话？喂，不要动手啊！不要动手也好，那动脚喽。想动手还是动脚，我都奉陪。来啊！那如果我动刀呢？ 啊，托尼啊，有话好好说嘛，没必要动刀啦。他现在想好好说啦，我们听他说哈。哎，钱呢？什么钱啊？你没收到我 message 吗？我说今天要来跟你收钱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再回去 challenge 啊！你以为我是笨蛋啊？
你的旧账都还没清，你现在想跟我欠清账？你以为你包赢没？你想 challenge， 你想报仇，我没问题，把钱还回来再说。我没钱。哎，你没钱谁有钱呐？你老爸不是大老板吗？我是说我今天没钱，过2天还你。先别走嘛，手机拿来。我的手机他妈就不值钱的啦。喂。这几个月的销售成绩很亮眼哦。哇，那银行的流动资金应该很充足吧？套赌和养女人，经理亏空公款50万。你在干嘛？我在看新闻啊。被告私自挪用银行户头的存款，最终东窗事发，坐牢4年半。上班时间看什么新闻？还不去照顾客人？哪有客人啊？那个不是客人，难道是灯饰啊？欢迎参观。Hello， 我们的家具都是从欧洲入口的，这些摆设品也都很漂亮，都有打折。我想买这个，请问多少钱？原价是120，现在打8折。哎，IB，哎呀，你又搞错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小姐，这个是新货啊，打8折的旧货昨天卖完了，这个120已经是成本价，不能再给你打折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，就要这个。哦，好，谢谢你。那你慢慢再看看吧，这个我先帮你放在柜台啊。谢谢。哎，请。这明明是旧货，boss 说打8折的。boss， 难道我就不是 boss 了？我现在说不打折，行不行？你是 boss， 你说行就行咯。奸商。你说什么？ boss， 你来了。什么事啊？没事，会有什么事啊？没事才怪。你怎么可以把旧货当新货卖给顾客呢？我不是跟 IB 说好了打8折吗我有跟顾客说啦。？Robert 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做生意的？哇，你这么激动干嘛？你做生意就是太老实、太古板了，才会到今时今日都还没发达。你还跟我挤眉弄眼，我还没跟你算账。啊，所谓无商不奸嘛。要我做奸商，我宁愿不要做生意。好，不做奸商我赞成，可是在商总得言商吧？他可以多赚一点钱，为什么不赚呢？客人有没有察觉？不行，做生意要有原则的。IB 啊，记得和那顾客解释清楚啊。那顾客呢？在你们后面。不关我的事啊，我已经挤眉弄眼到我的眼睛要掉下来了。学妹，你来了，什么时候到的？我找到了，看你不在，就随便参观一下。你们认识的？他就是之前我跟你提起过的正在交往的对象。这次我的眼睛真的要掉出来了。来，我给你们介绍，她是贺学美，她就是我合作多年的伙伴 Robert。我是打工的 IB。现行吧Robert，你在做什么啊？现行吧！他大概以为我是妖怪吧？没错，你就是狐狸精。Robert， Bro， 相信我，我见过的女人比你见过的多1,000,000倍。你看，模特儿的身段比某人好看1,000,000倍的脸孔。某人是讲我啦。啊，以他这样的条件，怎么可能看上你这种男人呢？醒醒吧！哎，不要再被这种女人迷惑了啊！他说跟你交往，其实在灌你迷汤。哎，你看，我说了这么多，他都不敢一声，分明是被我戳破了。嗯，怎么样？以为拴得这么密实，我就看不出来你是枫叶场上的女人呐？啊，现行啦 Robert， 不要再说了。全看，让他说下去吧。哎呦，还一副老江湖的样子哦，果然是老手啊！可惜啊，你瞒得了我这个老实的近乎白痴的 brother， 瞒不了我这双金睛火眼。现行吧！现行了，原来是个奸商。真的是不好意思啊，刚才让你看笑话了。我也不好意思，让你的朋友难看了。
你不要这么说，是他先对你胡说八道的，这就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给我套餐 A， 谢谢。我也一样。陈凯，吃饭之前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果然。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你说吧。昨天回去之后，我想了一个晚上，发觉自己太冲动了。发觉自己太冲动。学妹，你不用说了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你知道？没关系的，我知道我之前太唐突了，吓坏了你。你一定是在六神无主的情况下才答应跟我交往的。我看你是误会了。我想问你，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冲动？我承认我昨晚的确是因为冲动，才有勇气向你提出交往的要求。但是就是因为这冲动，我才有勇气做出我平时不敢做的事。不过我想让你知道，虽然昨晚我是一时冲动，不过我真的是很有诚意的，请你相信我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放心。我担心你冲动过后就会后悔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真的不会后悔的。我也一样。虽然有一些难理解为什么昨天那么冲动就答应跟你交往，但是我也是非常有诚意，准备跟你交往的。真的，那就太好了。我还担心你会说昨晚的决定是一时冲动，叫我不要放在心上。那今天算是我们交往的第一天了。为了今天呢，我想了一个早上安排今天的活动，不过好像没有什么惊喜。说来听听吧。我们吃了午餐呢，就去看场电影。看了电影就去喝下午茶。然后就去吃晚餐。好。吃了晚餐就去看场电影。好像看了2场电影啊。不好意思啊。谈恋爱对我来说已经是很久的事了，我现在只记得吃饭、看电影。还是你有什么提议？我没有经验，这是我第一次跟异性交往。不过我觉得你的安排很新加坡，没什么不好。我们就从吃饭、看电影开始吧。我也有好一阵子没看电影了。我也一样。也很久没有踏进电影院了，哎，我们来研究一下，看哪一部电影比较值得看。好啊。又见赌神。还在赌神？这好像是我20岁的时候放映的电影，是旧片重映吗？可能是续集吧，不过我对赌没有兴趣，你呢？我也没兴趣。那就不考虑了。Fishman。是新的超级英雄吗？应该是吧。没兴趣。没兴趣。爸爸不在家。哦，我知道，这部电影得过很多奖，是本地导演拍的，很年轻。这部片还让他一炮而红呢。那我们就支持本地制作吧。好。来，你看一下，想看几点场的？诶，这部电影是R21分级的。爸爸不在家，妈妈引狼入室，搞错了，这不是那个得奖电影啊！对不起啊，我先接个电话。喂，是陈浩烈的爸爸吗？我是，你是谁啊？你儿子就欠了我一笔钱，你最好是帮他解决一下了啊！你跟他说，叫他不要把他爸爸当成是笨蛋，想要骗钱要换点有点心意的。怎么了？我这个儿子啊。自认为有点小聪明，到处惹麻烦。上一次啊，他和外人来联合起来骗我的钱，这一次又想重施故技。是对方发来的吗？应该是吧。我跟东尼打桌球，因为不小心，因为轻敌，所以输了他2300块，暂时没钱还。所以录下这个画面来当证据。这家伙
整天只会麻烦。不要管他，我们吃饭吧。发生这样的事，你还吃得下吗？就算吃得下，也食不知味吧。还是去做该做的事吧。走吧。来喽来喽！哎，陈少莲，你老爸来了。不止老爸，连老妈都来了。还等什么？快啊！哎，安哥安弟，不好意思啊，特别要你们跑一趟。其实就是这样啊，你们的儿子就欠我一点点钱而已。喂，你不要乱放屁啊！什么你们的儿子？不知道就不要乱说。他们不是你老爸老妈吗？他是我老爸没错，可是这个女人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浩莲，不要没礼貌。那么紧张干嘛？又不是什么大事。你连警察都请来了。警察？谁是警察？他说错了，我不是警察，我是监狱官。哦，也是警务人员。罗雅，阿米巴的 proposal 写得太好了。哎，总裁刚刚 email 给我说 ，good job， 叫我们好好的 carry on 我。哎，他下午会亲自来 share 他的 idea。Well done， 辛苦你了啊。Ivan， 你好像写错对象了。阿米巴的构想出自浩威。你太抬举他了。我老实跟你说吧，其实阿米巴的 idea 是我的，我只是交给他去落实罢了。哎，不过尽管我一再给他机会，他还是搞得乱七八糟的。幸好有你出手相助，要不然啊，这个 proposal 到现在还是无法见人啊。其实我帮的不多，主要的内容还是出自浩威的手，我只是给了他一些修改建议罢了。是吗？陈浩威，是经理。阿米巴 ，Well done，keep it up。你们两位都辛苦了，今天的午餐我请。谢谢经理。Well done。以上是我眼中钉的骄傲，也不得不佩服我的表现了啊。陈浩威。怎么了？胆子那么小？我只是轻轻一叫，你就吓到连尿都缩回去啊！哎，别急别急，小便嘛，应该慢慢来的。那如果你最后一滴尿在10分钟后才滴出来，我也不会介意的啊。我会跟柔雅说，你出去办点事，然后再去餐厅跟我们会合。哎，不过你一定要在我们离开 office 之后才能出去，知道吗？跟经理，我没有什么事情要办呢。陈浩威，你能不能放聪明一点？我已经讲到明了，你为什么听不出我的意思啊？我是真的不明白嘛。哎，我现在终于明白，猪是怎么死的。怎么死的？笨死的。我跟你说，我在追罗雅，我刚才只是在借用你过桥。过桥 ，you know？ 走路过桥 ，I know。我不管你明白不明白，总之我在提醒你，
今天的午餐，我只需要罗雅一个人出现在我面前，这句话够清楚了吧？金武，你放心，我说话算话。今天的午餐我照请，4块钱，杂菜饭，2菜1肉，还有剩呢。Enjoy。儿子真的是欠我钱的啊，我有录影为证，你应该看到了吧？你18岁了吗？我20岁了。我是在问他，你还不到18岁吧？你不知道18岁以下的少年是禁止买烟的吗？你不知道乱丢垃圾是犯法的吗？喂，捡起来，你做梦？没什么。你可以继续你的话题了。Sorry， 我刚才说到哪里？我有录影为证的，你应该看过了。啊，对，thank you 啊。所谓口说无凭嘛，那我就叫令公子用手机录下来，然后，哇，口说无凭，令公子那么深奥的话你都说得出口？喂，你不是 fail BSLE 吗？你给我住口！你继续。Sorry， 我又说到哪里？口说无凭吗？所以就叫令公子。啊，对，那我就叫浩莲用手机录下来，然后其实只是 small matter 而已啦。我们这种东西可以在私底下解决的，不用找警察来了，对吗？他刚才说过了，他不是警察，是监狱官。监狱官也是警务人员。我已经警告你不要找我老爸，之前不敢说出来啊，是因为怕你吓死。好了，现在真相大白了，我爸可是黑白2道都吃得很开的。你胡说什么sorry，我忘记不可以到处张扬。你，我知道，以后啊，我就不跟别人说你每次和那些老大啊、地头蛇一起喝酒，不跟那些局长啊、警长啊一起吃饭。喂，刀子有没有收好啊？小心被搜身呢。算了，这种黑白2道的东西，我们这种小角色是惹不上来啊。这次就算我倒霉了。喂，走啦。等等，我跟任丁你，我不会再找他麻烦了。他真的跟你赌桌球，输了2000多块。是啊，不信你可以问他，是他硬要跟我挑战的，还说赌钱比较刺激。我已经跟他说过了，我可是赢过冠军的人哎，他根本都不是我对手喽。只不过是一个小选区的冠军，那么得意。喂，小选区的冠军还不是把你打成屁股掉流？我教你一句成语吧，不要大言不惭往自己的脸上贴金。谁赢不了你，我是让你的。那你是承认跟他赌球了？是又怎样？你欠他钱也是千真万确了。是又怎样？欠钱需不需要坐牢啊 ，Madam？ 够了，他欠你的钱，我帮他还。不过我这里只有500块，剩下的我改天再拿给你。喂，谢谢你，杨哥，我会等你电话的。喂，走吧，浩莲，给我站住！你嫌钱多是吗？那么有钱不会给我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装什么阔啊？自己连一间屋子都买不起，只能开一辆破老爷车，没有钱还故作大方，一出手就500块。你是讲杨凯，不要生气，他说的没错啊。啊？你赚钱的确不容易吧？你的确没有自己的房子，开的也是一辆旧车。那你就应该听你儿子的，冲什么阔啊？钱是他欠的，债是他付的，还钱的也应该是他。当然，他现在还没有赚钱的能力，
所以身为父亲的你待他先还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但是男子汉大丈夫的他，应该会勇于承担吧？所以就从他的零用钱扣。哎，没错，那我就扣你每个月100块零用钱。你开什么玩笑啊？你才是在开玩笑吧？一声爸爸对不起，给你惹麻烦了都不会说，却在这里大放厥词。我的成语用的对不对啊？应该是没错。你这家伙才是在开玩笑吧？哎，谢谢你。真好喂，你可真大牌啊！让我们等到20分钟才到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刚刚还以为你去错地方了，打电话给你又没人接。不好意思，我手机也没有电了嘛。来了就好，不然我饿坏了。如雅说，一定要你来了才点餐。哎，想吃什么自己点。如雅，你想吃什么？尽管点，别跟我客气啊。好，那就来一份 A 套餐吧。好啊。那也给我一份 A 套餐吧。怎么了？啊，要改变主意啊？没问题啊。哎，慢慢看，想吃什么？这个吧。你真的决定吃这个啊？这个吧，经理，这个好。你干嘛跟我客气？这个怎么会吃得饱啊？没关系的，经理，我刚刚已经吃过一点东西了。那就不勉强了啊。我也跟你一样，来一份 A 套餐。Excuse me。离开校园也应该把校服穿好。你这个样子，跟流氓学生有什么两样？还是名校，名校更应该重视教育，不对吗？你最好马上放手，要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浩莲3尺远是吗？我知道。不过先等我把话说完。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不想还钱就不要欠债。这次赖过去就会故技重施。所谓有1就2，有2就3。既然有3，那4、5、6又何妨？我数到3，如果你不离我远一点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赖得了1次就赖第2次，2，第3次。那我警告你啊，第4次不要乱来啊！学妹，算了吧，她从小就是这个样子的，一发起脾气来呀，就好像孙悟空大闹天宫，无法无天的。第9次。算了吧，3、10次，11次，12次。哎呀，就算是赖1000次、100次又怎样啊？你到底懂不懂法律的啊？亏你还是一个监狱官，我还没成年，赌博欠下的钱根本就不算合法借债。头尼那个家伙啊，只不过是一个连 PSLE 都会 fail 的白痴，这种人啊，根本就不看在眼里。这么说，你是存心不认账？是又怎样啊？聪明人就可以耍笨蛋，聪明人输给笨蛋就可以不当一回事，聪明人欠笨蛋钱就可以不认账。我终于明白了你为什么这么生气，因为你父亲帮你还了钱，那就表示你输给一个笨蛋。你是个优秀的名校生，怎么可以输给一个中学都上不了的笨蛋？这对你来说简直是天大的耻辱。耻有耻理，做错的事还要怪别人，你真的是越来越霸道，越来越不讲理了。没错，这种心态比欠钱还卑劣。不要瞧不起人，即便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文盲，也有你不如的地方。你会读书，并不表示你比其他人都优越。你们2个够了吧？一唱一和，搞什么？搞2重唱啊！你从来都不知道怎么当爸爸，你凭什么教训我？还有你啊，八婆，你凭什么对我指指点点呢？你以为你是我谁？你妈。我警告你，你最好离我30远，要……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妈。我要投诉，我要投诉你！身为警务人员，公然用粗话骂人，你完了。如果我跟你爸结婚，我当然就是你妈。这句话有错吗？说的没错，我和学美阿姨正是以结婚为前提交往的。
我只有一个妈，她已经死了。Thank you。欧阳，这沙士米拼盘是我特地叫给你的，来，不要客气啊。谢谢，谢谢你。怎么样，新鲜吗？嗯，好新鲜哦！康爷你也吃啊？哦，好啊。你有吃生鱼片吗？我不是听你说你最怕吃生鱼片的，对吗？对，经理，我最怕吃生鱼片，不过我比较喜欢吃这个。你这样子是 wasabi 不辣吗？不辣不辣，哦，很直接啊，很直接。那你就多吃一点。哇哇！你以为躲在里面就没事了？公然违抗我！经理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不小心路过，没想到柔雅会看到我的。陈浩威，不要装白痴了，就算白痴也看得出我在追柔雅。竟然敢违抗我的命令，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，破坏我的好事。可是经理你，可是你，可是什么？可是你已经结婚了。结婚又怎么样？结婚就不可以离婚吗？结了婚就可以拥有小三吗？我就算结婚，也比你好几百倍。做人要有自知之明，明知道自己是一堆牛粪，就不要想和鲜花在一起。哦，你以为柔雅跟你说声“浩威，你也吃啊”，就是对你好啊？其实她是在同情你、可怜你。哎，女孩嘛，通常喜欢惺惺作态，给人家感觉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女孩子。哎，说不定啊，她一转身就在你背后笑你。马不知脸长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而且还要给你个呸！不会的，柔雅不是这样的人啊。不跟你废话了，脱掉衣服。啊？什么？脱掉衣服，脱光光。经理你要干嘛？你放心，我对男人没有兴趣，我只是要你待在这里，好好方便。经理，你脱不脱？不脱的话，明天不用上班了。脱。还记得2点30分有什么事要做吗？跟总裁谈有关阿米巴 project 的事情。你应该知道，总裁最讨厌那些没有时间观念的员工。他说过，跟他开会迟到或无故缺席，一律不听解释，马上收拾东西滚蛋。内裤就不用脱了啊。这些东西我暂时帮你保管，等你收拾包袱的时候，我再还给你 ，OK？ 经理，我都说了，不要逼我嘛，公然挑战我的下场就是这样。I'm so sorry。开什么玩笑？一个说要当我妈，一个说要以结婚为前提交往。哼，神经病！所以你跑都来不及。我当然要跑啊，
如果我不跑啊，我迟早跟他们一样神。我们两个不是神经病，我们是很认真在交往。你们不是神经病，你们是阴魂不散。来，帮我看看，这杯泡泡茶是不是买错了？怎么这么甜？是啊，我这杯也特别甜啊。我明明叫了泡泡茶2杯小奶的。小奶就是少糖啊。对呀、好像锅不要小奶就是咖啡少糖，锅不要锅送就是咖啡不要糖啊。对呀、怎么还这么甜呢？奇怪，我也你们有完没完啊？泡泡茶的甜度是分为0、25、50、75跟180的啦，白痴。那个小妹妹一定不知道什么是小奶，以为我要180甜度。原来买泡泡茶也有代购的。Abigail 也喜欢喝泡泡茶吧？还有，你跟人赌球也是为了 Abigail 吧？如果是的话，你还算是个有正义感的孩子。不过，正义感用错地方也挺头痛的。如果你真想帮 Abigail， 应该寻求警方协助。当然我知道，你不会这么做，因为你不能出卖朋友。那就让我来帮他吧。你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那我说了，就等你说。让你帮他，说的真好听啊！我看你是要借他来立功才对吧？解救掉入火坑的少女，啊，了不起啊！女英雄就这样诞生了，到时你就升级加薪，你的如意算盘还打得真不错。她呢？那个被你解救的少女呢？她的下场会如何？她会被关进感化院，和一群看不起她、羞辱她、嘲笑她的人关在一起，受尽耻辱，度日如年。这就是你们这些自以为是人类救星的家伙会干的好事。我劝告你吧，离我越远越好。你们两个就去喝你们的狗标修带，去谈你们莫名其妙的爱情。我们来合作吧。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。浩莲，你年纪还小，最好听大人的话。又要用身份和年龄来压人了，动不动就抬出你还没成年 ，You have to follow the rules。如果你不遵守规矩，你就要受惩罚。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可以做，都是由你们这些大人说了算。我告诉你，我也有我的规矩的。我们本来就是活在不一样世界的人，你们最好不要来干涉我，我也不会干涉你们。用你们的老土话说，就是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But if you break my rules， 如果你干涉我的话，就不要怪我把你们搞得天翻地覆。OK？ 浩莲，你要去哪里啊？现在最好不要 break the rules。好，有些事情是急不来的。我知道了，管得越多，反弹越大。不是不要管，而是要想最有效的方法管。First, learn the rules, then break them. 对症下药。Yup. 你好像很有经验啊。上世纪80年代的快餐少年，你还有印象吧？有啊，那时候他们经常在乌节路的快餐店外集合，那些帮派的少年啊，还大打出手呢。我就是其中的大姐大。好了，不说往事了。我今天可是请了假出来交往。是啊，原本打算吃了午餐就去看电影，看3点场的，还来得及。可是我记得3点场好像只有《爸爸不在家》，那就看这部好了。可是《爸爸不在家》是 R21的。你怕他们查我们的 IC？ 这里出去就有服装店，先买衣服来穿，然后向店员接电话叫爸来救命。就这样决定。时间会把我轻
失去什么？